所以你对美元刚刚的预测是认为它会拖很久的预测吗？并没有，我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情纳入我们的评估里面。基本上我们用基本面的角度、利差的角度，还有政治应该讲比较多一点经济因素在里面，然后比较没有像两位问的那种联准会换人的一个因素在里面。那你刚刚提到今年是97，那明年92.5嘛，那大概跌个将近5%左右。那这样子一个贬幅的话，还是因为它会继续再降息的关系吗？对，有降息的因素，还有别的国家开始有比较强劲一点的经济复苏开始。那我们看到过去几年，可能美国的复苏比别的国家快，还有强劲，还有 AI 相关的一个布局也支撑他们的市场。那现在其他国家也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强势。经济成长开始复苏，然后还有 AI 的工具，像中国有 DeepSeek 的推出，也带动相关供应链的一个发展，所以这应该是全球资金流上面的一个移转。那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结构性的因素，它即使是推出大而美的法案，它还是会背负着很高的国债。那这个金额会到2035年应该会增加3.3兆美元左右的水准，所以结构上也是不利美国的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去美元化的可能性，那这个进程会很慢，但是心里开始会想，几年前我们有记者朋友问我就说还没开始，现在开始看到一些迹象，我们看到先从黄金，再来从今年以来的汇市的表现，已经有这样的动态。那你会建议怎么美元怎么资产要怎么配置？如果单纯货币本身来看的话，势必你要多分散一些货币。那分散到哪些呢？比如说欧元啊、欧元、英镑还有澳币。那为什么讲到这几个货币？其实就是一个替代性的因素嘛。那包含黄金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currency 来看，所以尽量分散。但是如果讲到投资的话，其实主要的投资标的计价多数还是美元，所以你在布局的时候，你可能会需要思考说，你要不要那么多资产放在美国，要不要分散到亚洲？所以以欧洲的基金经理人来看的话，他原本可能放很高的美国部位，他可能开始要考虑收钱，从美国回来欧洲。那以亚洲的基金经理人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，所以我们的预估啦，就是可能全球的基金经理人的思考方向可能稍微要再调整一下。虽然重心在美国的一个科技啊，还是它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机会，但是去美元化的趋势如果一旦形成，可能也需要在资产配置上做一个分配啦，重新再分配的一个情况。你都没有